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最近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些战争，我想引起大家非常大的一些关注，已经延烧了这个半个月、2个礼拜了。这些事情看起来到目前为止即便有3次的这个谈判也没有什么特别一些进展。那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中国，包含大家在谈说中国是不是事先知情啦，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哦？包含这个俄罗斯的官员说，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叫做中国，那大家就会说，那接下来会怎么走？包含这个习近平未来可能在这个事件上面必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哦？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我们明居正老师，明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老师，你其实过去在对外的部分或者在其他节目其实也提到说，事实上乌克兰在过往跟中国也有许多的一些相对密切的一些关系哦。那当然啦，大家就会说在这一次的一个角力的过程当中，虽然过去苏联乌克兰他们有一些历史的一些脉络，不过最后当然他们自己的国家重新的选择他想要的一些走向。那俄罗斯做了这一件事情之后，产生了欧盟啦、北约啦，许多的国家反而凝聚向心，全世界对于反共、对于反霸权、反战的部分反而延烧起来了。所以大家就有人说了，像刚刚一开始提到说，中国反而在这中间当中有没有可能因为俄罗斯这次的重摔，搞不好会变成未来的所谓的排名第2？那甚至有人会说，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会让他们在中国扮演所谓的快乐的第3人，也就是在渔翁得利哦？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吗？中国闪得过，可以这么漂亮的最终在这过程当中反而是获利者？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可能了。这个问题呢，就是要从几个方面来看。过去我说中共有可能成为快乐第3人，是从一个大战略角度来看。所谓大战略角度，就是说，在美国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呢，美国当然比较支持乌克兰，然后因为支持乌克兰呢而跟俄国对抗。大部分人看见他左右为难，但我看见一点就是说，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原来是美中对抗比较激烈，那现在因为俄国的关系呢，所以美俄对抗比较激烈，而中共就有机会溜到中间去。但说是这样说了，但它有它的困难。那我们先从几个角度来看，大家从传统的关系来看，会认为说，中共会比较支持俄罗斯，所以大家讲到中俄同盟。那么如果说中共要维持这个中俄同盟形象的话呢，他势必要支持俄罗斯。但是他晓得说支持俄罗斯呢，其实有点不太讨好，所以他得考虑到说，我要支持他，要支持到什么地步？这就牵涉的问题说，那我若支持他到破坏到我跟美国跟欧洲关系的话，我划不划算？坦白说，俄罗斯跟中国之间贸易关系呢存在，但是不是特别大。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所以过去我们都知道说它的这个出超这个对美国出超很多，然后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非常大。除了这个贸易关系这么紧密之外呢，双方还基本上有一个战略关系，就一个大国之间有个战略关系。那么因为贸易战开始了，中共反击，然后最后美国生气了，就打到科技战、金融战等等，然后最后美台关系呢也卷进来。所以对于中共来说，是我要挺俄罗斯，大家很一厢情愿就说，我支持俄罗斯，然后跟美国对抗，然后就怎么样，不太容易，因为美国相对来说强大很多。你为了俄罗斯去打乌克兰，然后还没有把握情况下，你突然就全力去支持俄罗斯的话，你等于把自己绑到俄罗斯上面跟大家对抗。所以第一呢，他在这个支持俄罗斯的问题上是有限度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不要忘记欧洲，因为你的战争是在欧洲打，然后俄国去打乌克兰的时候呢，欧洲觉得受到威胁，所以欧洲是大家看到团结起来，不管是欧盟啊、北约，你看到都加大力度团结。对中共来说呢，同样欧洲也不能得罪，因为欧洲很多国家跟我第一贸易关系非常密切，第二呢，我跟美国在打贸易战的时候，我还希望说我跟欧洲能签一个贸易协定，一旦签了贸易协定之后，说不定可以部分的平衡我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的这个不顺利的情况。
就那时候不是因为新疆我们不谈过的人权问题，然后那个欧洲贸易投资协定就停下了吗？那如果现在他能够溜到中间去，然后让他跟美欧的关系拉近一点点，对他这方面来说是绝对有好处的。所以这样说就是他会支持俄罗斯，但是呢会有限度，因为他不敢得罪跟美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再往前推进一步，就是如果俄罗斯这次打得非常顺利，一下就把乌克兰并吞了，这样他就两个选择。如果俄罗斯并吞乌克兰，而美国、欧盟反应非常软弱的话，他就要认真考虑打我们台湾。但如果说并吞了，然后美国那边强力对抗等等，这样就形成问题。那这个普京会不会再往前走一步，把俄罗斯并吞之后呢，再跟白俄罗斯商量，三个形成一个俄罗斯联邦，这样就比较强大，而甚至吃摩尔多瓦或甚至打别的国家。这样子就是在中国的北方再次出现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对中国的国防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这样平衡几边之后呢，他就要认真想说，我就算支持俄罗斯的话，我支持到什么程度？除非你说啊，俄罗斯一下就打赢了，然后又怎么样？美国软弱，然后美国软弱，我就可以打台湾了。美国也看见这一点，所以美国也还不是讲说美国也还把两线作战嘛。所以，当美国要避免两线作战的时候，欧洲战争一爆发，美国的第一个动作是派多艘航空母舰来亚太。我一直在讲，我说美国现在亚太摆了3个重航母打击群，这2个2栖攻击舰，就2艘轻航母的打击群，再加上1艘这个核子潜艇，那摆了这个6艘重磅级的这些战舰在这附近，摆明就说你中共不要在这时候给我轻举妄动。我在那边痛打俄罗斯的时候，你给我乖乖在那边站的。所以中国现在就说，我不能明目张胆去帮俄罗斯，然后现在我只能观望，但是完全观望也不行啊，我得运用这个危机。所以对中国来说，它必须运用。所以对中国而言，从大战略来看，就是只要俄国不一下子把乌克兰并吞或不一下打败的话，其实拖久一点会有好处。就对中共来说，俄乌战争拖久的话，美国他可能最后，美国、欧盟现在都有人出来讲了，希望中共出来调停啊，他们能不能调停另外一回事，但他们会真的希望有人希望他出来调停。就算没有真的调停，大家为了说使得问题简单化，大家会多少改善对中共的关系，这就是中共可以利用的空间。所以我刚刚讲说，在战略上面，中共成为美国跟俄国之间的快乐第三人，这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一旦台湾人要注意啊，一旦中共真的拿到这个快乐第三人角色的时候，对台湾是不利的，因为他会去跟美国、欧洲要求说，你们降低跟台湾的关系，我来干什么？所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好，那这个是大战略啊。大战略的就是说，从逻辑上分析，这样情况是中共这样选项最好。但是落实到具体情况来，第一呢，就是大家不一定接受你来做调停，因为我们也不相信你。因为事后呢，你最后我们这边问题解决还是跟你对抗了，所以你调停我们能不能接受？这第一，大家会犹豫；第二，就是当中共落实到就是我跟乌克兰的具体关系的时候，我是到底要干什么比较好？这点他真的比较尴尬，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吧。所以从大战略来看呢，就是成为快乐第三人可能性存在，但是不一定会实现。是这个，我想不能实现这部分，大家都比较好奇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如果说中共当然这个倾向来协调，那除非他很厉害，否则有可能也得罪了俄罗斯。那个乌克兰的部分，我觉得也是啊。所以老师刚刚提到，从概念上，当然这是一个中国的机会，是一个习近平的机会，但实际上来说，好像刚刚提起来，又有他非常难以去做的一些挑战哦。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老师再明确的分享一下？简单说，就是过去大概差不多30年来呢，我们看见中共的这个军力呢快速发展。在海军方面，大家印象特别深刻，对吧？航空母舰出来了，然后那个战舰也快速下水了，然后这飞机好像也进步等等，然后火箭啊、导弹各方面都进步了。大家不太清楚，就是中共这20-30年来军工方面的快速发展呢，很大程度得益于乌克兰。第一，大家都知道那个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辽宁号前身叫瓦良格号，我记得我好像也跟你谈过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中共说，当时传出消息说这个瓦良格号因为不能再造下去了，因为这个苏联瓦解了，没有经费再造了。所以当时就说啊，有人有兴趣买这条船，谁有兴趣买这条船呢？澳门的一个富商要买这条船，说把它改造成为什么赌场什么。当时台湾很多人就讲啊，要改造多少多少。我说鬼扯，我说一定是中共在背后要买这条船来造航空母舰。当时我记得我公开讲被人家骂过，人家说哎呀你就是纯坏心眼看中国。我说不，你们要了解中共，你们就会这样想啊。现在瓦良格号变辽宁号了，那现在这些人讲不讲话？不讲话了。不但瓦良格号变辽宁号，而且呢，这个乌克兰呢还派了他的航母的这个专家呢，他叫什么航母之父，把航母之父呢还送到了中国，当中国用了这个重金去聘请，把整个这个航母航母之父挖来不说，把整个航母的打造团队都挖过来，所以中共的第2艘、第3艘航母的速度快很多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除了航母之外呢，大概这20-30年下来，中共跟乌克兰那边呢，买到、挖到或者说这个偷到了大概30多项的军事技术，包括什么呢？航空母舰不用讲了，航母舰还给的什么？连设计图纸都给了，是设计图都给了。然后再来是大型舰艇的这个动力系统，因为动力系统是很关键的。你动力系统不够强，你做不出大型舰艇。因为你说用大型舰艇用小跑不动嘛，对，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大型运输机的设计，中国现在不是有大型运几吗？完了，这个乌克兰帮忙很多。再来就是超高音速的教练机，这个也是动力系统啊，它本身的一些冶金的各方面都嵌在里面。再一个是坦克的发动机，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个空对空飞弹的这个设计啊，跟这个制造等等。也就是说，乌克兰在军工科技上面帮了中共很大的一个忙，然后这个技术给你了，团队也过来帮忙，这就很可怕了。那除了航母之王之外呢，一些航空专家，乌克兰的航空航太专家，乌克兰在当时苏联时代呢，本来就是苏联的高科技中心，重点就在今天的顿巴斯地区，就在乌东地区，就涅伯河以东这大块地方。这大块地方呢，第一矿产丰富，第二呢人才资源充沛，第三呢工厂林立，所以这些经验技术各方面非常上手。中共当时真的是运气好，然后眼光非常精到，看见你瓦解之后，你经济非常困难，财政非常困难，我重金下来买这东西，就挖了一大堆。就后来我在台大最后几年呢，我们宿舍隔壁呢就来了一个乌克兰专家，台湾也挖到，但成绩就比较低了啊。好，那所以就是乌克兰这方面给了很大力的帮忙。那现在他看到说啊，中共那个太空计划也非常进步，然后什么太空船啦，这个太空站啦，然后天空对接技术啦，然后什么这个人造卫星等等都很进步。对，这些东西呢，乌克兰帮了很大忙，因为这个技术呢就是飞弹技术，就是飞弹技术，也就是你能发射洲际飞弹的时候，再往前几大步，你就可以有太空计划。所以首先是卫星绕着这个地球走。然后再厉害呢，就可以走出去，可以上月球。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乌克兰的帮忙。所以中共自己也多次承认，他说中共这几十年的军工科技发展呢，基本得力于乌克兰。反过来说，就是没有乌克兰，就没有中共这几十年的军工高速发展。我觉得听完大家应该觉得很不可思议。你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如刚刚明老师所说的，过往这个乌克兰帮助中共在许多军力的一些提升哦，你会发现现在他受到危难的时候，这时候还是各自在这个计较，在算自己的一些利益啊，所以这让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的惊讶哦。那当然我相信了，如果连这个军工业相关的部分都这么紧密，以中共夹着这个经济的优势，应该回头应该会给乌克兰一个相互的诱因吧。所以是不是在经济方面的部分也有非常比较紧密的一些关系？当然，我们这次你看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国际上很多东西价格都上升啊，石油、天然气这不用讲了。大家注意到，一定是小麦价格上升。俄国加乌克兰是全世界出口小麦将近1/4的总量的2个国家。那你说乌克兰、俄国都卷进这战争，那就不得了了。好，那把俄国拿掉，
光是乌克兰的这个出口呢，就占10%几。所以中共过去我们一讲说中共是一个缺粮大国，过去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上讲过，我们说，中共的粮食自给率呢，直到82点几，这对一个大国来说是非常危险。一般来说，高到90%甚至到95%才行。也就是一旦爆发战争、爆发天灾或者爆发什么重大的人祸的时候，国际航运受影响的时候呢，你粮食要断粮的，人会饿死的。好，所以中共也注意到，所以中共很早呢就跟乌克兰开始发展这个粮食啊，跟其他方面的关系。所以除了刚讲军工之外，哈，在整体的经贸也好、农业也好、航天航空也好、科技、文化、卫生等等的，真是全面合作。刚刚讲粮食呢，第一就是中共呢在乌克兰呢租土地种粮食。有的这地方我包下来租多少钱，包下来租多少年，比如租20年、30年，然后种出来这个小麦什么粮食都归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就除了这个租土地这个种粮食之外呢，我还跟你买粮食，你在别地方种出来粮食呢多少我跟你买啊，这第二个。第三呢就是中粮集团，就是中国这个粮食集团呢，它一个很大的国有企业。它为了保证粮食的运输，在乌克兰南部呢一个海港呢，它打造一个这个粮食仓库码头的这个这么一个计划。那这个当然跟“一带一路”结合啊。那这第三个，第四个就是中共不推“一带一路”吗？“一带一路”呢，北边这么一路走过来，然后最后呢进到不管是这个北边这条线还是南边这条线，最后呢都会跑到欧洲那边汇合。到欧洲汇合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乌克兰。乌克兰自己讲说，我们希望成为“一带一路”帮助你进入欧洲的一个桥头堡。乌克兰在东欧嘛，那你进了东欧之后，过来就是中欧，然后就是西欧了。所以乌克兰讲这个话，中共当然非常高兴了。你说我“一带一路”有这么一个资源，虽然还不是很有钱，但是资源丰富的、条件很好的国家来参加的话，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这是“一带一路”。然后今年是2022年，大概2-3年前，2019、20左右呢，乌克兰的基辅这个地铁呢，安装4G 这个网络呢，又交给了华为。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那么双方的贸易呢，大概在差不多今年大概去年前年到150亿美元。那当然数字不是特别大，但是对中共来说呢，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潜力非常大。但对乌克兰来说，中共是他第一大的贸易对手，所以这个你说关系不密切吗？十分密切。哇，是乌克兰是他们自己第一大的贸易的对象，就是中国。我们很难想象，当然刚刚讲过，中国它当然做全世界的生意，不过这还是跟刚刚这个军事的关联。如果谈到经济的脉络的关联，我觉得其实非常的紧密哦。如果这么紧密，我突然就好奇一件事情，就是我想中共在近年当然跟中美贸易开打之后，我就很好奇他当初他的角色，特别是提到尤其人权的问题哦，包含不管香港、新疆，那我就还蛮好奇的，乌克兰那时候的态度是什么？这件事情讲起来，乌克兰就非常尴尬了。你乌克兰是一个民主国家，你也经过了多次选举，当然中间经过颜色革命啊，翻来覆去几次。主要因素就是乌克兰内部有比较大的亲俄派，然后俄国又在外面搞鬼，所以介入这个乌克兰内政很深。所以乌克兰每次选总统啦，选总理什么等等的，俄国的插手，所以搞过几次暗杀了什么，搞得非常夸张。所以乌克兰在这个问题上面是非常讨厌俄罗斯，那也标榜了民主、人权等等。可是，在面对中共的民主人权问题的时候呢，乌克兰就摇摆不定。第一个是香港问题，香港中共在几年前强行要收香港啊，通过这个港版国安法的时候呢。当时欧美各国不是反应非常激烈嘛？我们节目上也在多次讲到，所以最后就说，我们要来制裁这个香港的官员呐，制裁中共的相关官员啦，然后希望说他们对香港能够怎么放松一点点。虽然效果并不显著，但制裁毕竟是这个下去了。当时乌克兰的这个美女总理叫季莫申科，就是那个当时叫金童玉女嘛，那就玉女那位，季莫申科就出来讲说。香港国安法的问题呢，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他国无权干涉。就摆明香港问题呢，我不管了，因为这地方经济利益比较实在、比较重要。这第一个人权问题的案例。第二就是这2年新疆问题，
新疆问题不是因为新疆棉什么这个选棉花事情闹得很大吗？欧美各国要先后就出手制裁。然后这个文件呢，制裁文件到了乌克兰手上，然后乌克兰最初也说签署了，后来呢，他因为经济考虑，临时把那签署撤回，所以他等于事实上就是没有制裁。也就是你问到这个你很关键人权问题呢，在香港跟在新疆问题呢，乌克兰都在摇摆。那么也就是说，他因为看到了实际的经济利益呢，就放弃了道德原则。我们当然不是说，因为他放弃道德原则，他应该被打。可这件事情的确是让乌克兰在国际的记录上呢，是留下了一笔不太好的一个形象。从老师刚刚分析从军事、从经济、从过往在一些国际外交的部分，显然乌克兰对中共来讲还是算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哦。这习近平不是很为难吗？中共到底如果乌克兰过往跟他们还有这么多，我们当然还不称上全面，但至少谈紧密，我想不为过的一些互动，在许多的脉络上来做这些相互的一些合作。到现在我都很好奇，那中共不会很骑虎难下吗？他在做这些选择上，是不是都我们一直很喜欢谈误判？到底这中间出现了什么状况呢？老师？当然说起来误判也绝对是有了哈。我想他们大概一个最大误判就是以为说，第一呢，普京很快就可以打赢；第二呢，普京的目标很有限，就是打赢了，然后把这个泽伦斯基赶跑了或抓了，然后这个乌克兰让步了，很快就签了一个什么和平协定，所以中共以为就没事了，就没有想到说问题闹那么大，搞得他骑虎难下。其实我觉得今天之所以走到这一步，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乌克兰那些政党呢，原来也都跟共产党有点关系，因为乌克兰原来也是共产政权嘛，在民主化之前也是共产政权，所以这些人虽然是说进入了民主化的过程，但脑袋里面那种集权思想呢，多少还是在，所以你说要洗干净一下呢，还不太容易，除非这个人大彻大悟。我过去去见过一些就是原来的共产党人。从很年轻开始，甚至从很小的开始就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不断被洗脑，然后就步步深入，然后深入之后呢，甚至就变成了这个各该国的重要的共产党的这个人物，譬如说英国的工党的前身的一个主席，就曾经是共产党。然后他在英国呢就办共产党报纸然后非常活跃等等。就过了这个几十年之后，有一天他开始幡然悔悟，觉得说不对劲了，我这个相信的理念跟我做的事情完全是背道而驰。就有一天良心发现，在那个社会里面，良心发现之后呢，你想马上脱离共产党有点困难，所以中间还有过渡过程。他的第一步呢是先进教堂，共产党是无神论嘛，所以他已经几十年没进教堂了。就那次他自己说，我走进教堂呢，就跪下来祷告那一刹那，突然间身心得到说极大的解放跟宁静。他是男士了哈，后来隔了一阵子，他就回去跟太太讲，他太太也是这个很坚定共产党人。讲了这件事情，他太太说，不瞒你说，我有这个感觉，我们一起去教堂吧，就两个人去教堂，然后就反正了，所以就进入了这个，就抛弃了共产党，然后进入了宗教。那我的一位老师也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乌克兰人你说叫他一步登天上走过来不太容易。我刚刚不是讲到季莫申科嘛，那个美女总理嘛，季莫申科一个政党叫祖国党，在几年前他就公开讲说，我们热烈祝贺中共怎么，然后我们要跟中共加强党际之间的交流，要借鉴中共的治国经验，就摆明说一党专政看起来不错啊，看起来也很有效果，说我们蛮喜欢的。然后再来这个 Zelensky， 就现在这个乌克兰的英雄，他的政党叫人民公仆党。去年呢，他也恭贺中共的这个100年党庆，然后又说要加强这个团结什么等等，然后说我们人民公仆党，我们跟你的共产党理念是一样，我们都是要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也没有划清界限。另外，里面国会里面乌克兰国会2个大党呢，也都祝贺中共。你说祝贺中共都就算了。然后他说我们也要借鉴中共的什么经验什么等等，所以思想上就没有划清楚。也就是我常讲，我说你让一个几十年的人或政党跟过去历史切割，这些坦白说有困难。但是我讲完这东西，并不是说因为这些家伙
都跟共产党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没有切断，说他被打活该，我不这意思。我是说他们没有想清楚，他们想清楚的话会好很多。但是呢，这个俄罗斯侵略他们呢，那毕竟还是一个人道上，甚至就国际战争法上呢不能容许的行为。所以中共的尴尬，我觉得说，就像你刚刚说了吧。我怎么样去摆平各方面关系？你现在把自己摆在那位上，这边是俄罗斯，这边是乌克兰，这边是欧洲，这边是美国等等，你怎么摆平的关系？所以他真的有点动辄得咎，可能不是变快乐的第三人，会变成万人讨厌的那个人哦。就是这个可能就是他如果没有做好这些选择，大概就会有这样的下场。刚刚我前面也大概有好奇提了一下，就是说现在有人当然是说还是寄望说习近平可能跟普丁会是好朋友啊，所以真的有办法吗？习近平真的会是大家万众瞩目的那一个平定这个战争的救世主吗？老师觉得可能吗？我觉得我不能排除这可能性，但坦白说，这可能性不太高哈。因为从我们刚刚前面逻辑来看的话，就是从大战略角度来看呢，中共会希望说这个战争持久对他比较有利。因为战争持久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我就可以介入调停。介入调停表示我的分量，因为小国家调停不太容易，大国家调停也比较有资格哈。如果一旦调停成功的话，那俄国跟这个美国的矛盾下降，那美国是不是重新回来针对中共呢？所以他会调停，但不见得希望他这么快成功。那如果战争持续太久，乌克兰重创的话，刚刚讲说中共对于乌克兰的军工农的依赖呢，就要大幅受创，所以我才说他的尴尬在这里。所以他大概会想调停，但调停到什么程度呢？第一，我们还不确定；第二就是到底欧洲各国相不相信他的调停呢？或者美国相不相信调停呢？我相信会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中共这两天你看到了，他们做一个新的动作嘛。他为了要表达说，我其实没有完全跟俄国站在一起，我也是站在国际主流这边。所以最近不是这个战狼赵立坚出来才骂一下记者，结果后来第二天又宣布说，哎，我们要对乌克兰进行人道援助吗？透过红十字会提供什么医疗啦、救灾啦什么等等这些援助，所以他也不能说完全不管另外一边，所以他现在等于说是两边押宝，但是他的尴尬呢就在这边很明显的浮现出来。这个我想后续哦，至少一定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一次的俄罗斯跟普京一定是所谓的失败的那一方哦，不管后续的发展结果会是如何来走。那当然，我们还是祝福乌克兰人民真的尽快赶快走出战争哦。我相信这一战之后，会让他们更深刻的知道什么才是他们国家人民所坚信的价值哦。那今天很谢谢明居正老师哦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些分析哦也欢迎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帮我们点阅、转传、按赞、分享，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支持、给我们鼓励、给我们批评指教。再次谢谢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我们看到这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的这个在欧洲陆地的一个战争哦。那从一开始普丁以为可以很快速的来这个掌握乌克兰，没想到乌克兰人民奋勇抵抗哦。当然，我们看到西方也祭出许多的一些重量级的一些制裁的方案哦。我想这个所产生的这新型的一些战争的方式都让大家觉得俄罗斯显然离他要崩溃，或者是普丁会不会未来有产生一些，大家有人谈到会不会被制裁，会不会流亡，甚至更严重的说会不会被暗杀，当然有许多的不同的看法。有人就说，那如果持续下去，俄罗斯会不会变成北韩？我想这个议题我们值得好好来讨论一下。那我们开心对这个议题也非常多评论，在网络上也引起许多的讨论。我们很开心再次邀请到拍案惊奇的主持人大宇，大宇你好。
洪林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哦，大宇这个每次来都引起很多回响，真的也是好久不见。因为每次看他的一些视频哦，我觉得也可以得到非常多很重要、宝贵、及时的讯息哦。我们当然作为一个同样在做这些争论节目，我们都很谢谢大宇，都很愿意慷慨的来到我们的频道上面，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做分享哦。那刚刚有提到了这一连串的制裁，不管是这些所谓的金融级的核弹，把他们这个排除在这个 SWIFT， 那或者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有关石油的一些禁运包含经济不断制裁，甚至我觉得有许多的这些所谓私人企业也争相的加入这些抵制制裁的行列。大家就很好奇说，这个真的有用吗？对于尤其是有人说这个石油禁止俄罗斯的石油的部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大宇你怎么看待民主国家的这些制裁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谢谢洪林啊，刚才洪林呢已经说得很全面了。那其实呢，像这种事情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普京说今天欧美的这些制裁对他来讲是挠痒痒，他根本就不害怕，那一定是他在说谎啊，他心里一定是慌得很。因为这种制裁呢，它不是上看10年或者20年之间这么长的跨度发生的，是几天之内发生的。像美国之前呢制裁伊朗也很严重制裁委内瑞拉也是很严重。但它都是经过一段时间，比如说伊朗它是在10年期间不断的加码这个制裁，有的时候还会削弱，有的时候再加强，而且呢也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大规模的，而且是针对的一个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呢在世界上是排第11位，是世界第11大经济体。那像这么大规模的经济制裁，针对这么样一个重要的经济体是前所未有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按照法国经济部长的一个话说呢，这等于是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的一个全面出击的金融战争。后来呢，他这个话他给收回了，他因为他怕这个呢具有挑衅性太刺激这个俄罗斯政府，所以说呢他没敢就是没继续再说这个话。但是呢，他当时无意间说的这个话，其实呢是说出了事实的本意。那么这一轮呢，西方国家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让我们这个外界看的是大开眼界就是像刚才洪林说的那些方面，其实呢，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基本上是在5大板块这5大板块合起这个拳头，现在已经把俄罗斯快锤扁了。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对俄罗斯的金融业的制裁像这个 SWIFT 系统把这个俄罗斯它的部分的主要银行踢出去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俄罗斯的包括普京在内的一些权威人物的制裁，这包括普京周围支持他的一些这个巨富寡头那都是普京的一些就是说他的金主或者说是他的政治上的伙伴。那一共有12个人至少是12个人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制裁。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化石能源，这是昨天美东时间的3月8号，美国政府决定的对俄罗斯进行这个化石能源的这种购买的禁令当然了，只是在美国英国也跟进后来。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就是像刚才洪林讲的那么多的西方公司是吧，也都逐渐的停止了跟俄罗斯进行交易包括什么苹果包括这个 Visa 卡甚至包括一些石油公司，像这个 Exxon 美孚还有这个 BP 这些 Shell 这些石油公司。还有一块那是美国政府的禁运它一些比如说在国防、在这个航空、在航海，还有在半导体技术、半导体产品，还有这些远程通信的设备这些东西对俄罗斯的全面禁运，那也是非常严重的这么5大块合起来，就能把这个俄罗斯现在就打的已经是只剩半口气。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制裁规模是非常大的，那为什么美国它有这样强大的力量？可能是很多朋友对这个制裁感觉比较抽象，说美国一个国家它伙同它的欧洲的盟友，对这种俄罗斯的这种金融上的制裁，它怎么会像这个真枪实弹那么管用呢？是吧？其实呢，这个世界我看过一个专家的形容，这个美国它的这个金融的规则，如果稍微夸张一点说它就是全球的金融规则，它就是世界的规则。为什么呢？因为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大多数的这种结算还是用美元进行结算的。那大多数的贸易的运作是在美国的贸易法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美国一旦制裁谁的时候，那它就管用。如果说中国这边要制裁什么人呢？
像那个美国议员那边说的哈，就是中共他把这个美国一些议员因为香港的问题曾经列到了这个制裁名单上，结果那边议员会说哦，我都没感觉，就你制裁我只是不让我入境中国，我不去就好了，但你对我生活没有影响，对吧？但是美国一旦对谁进行制裁，那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就是香港的林郑月娥。当时呢，美国就宣布啊，禁止就是他使用美国的信用卡公司进行这个交易。那美国信用卡公司呢必须执行啊，这是美国法令。那么当时美国的信用卡公司他就执行了这样的这个任务哈，然后呢，林郑月娥一下子就没法出门刷卡了，他的所有银行卡就用不了了，在香港都用不了。所以呢，到当时啊，这个林郑月娥她是家里只能存放很多现金，出门只能花现金。这是他在记者会上自己说的，但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例子。那么在这一次哈，针对俄罗斯上，那美国呀也真的是做足了功课啊，下足了功夫。那这个比如说这个金融板块的制裁，这个 SWIFT， 这个 SWIFT 呢是一个全球间的这个银行之间的转账系统。它就像那个银行间的 PayPal 一样，但是它不像 PayPal 呢，它还有替代品，对吧？像在美国呢，人们还可以用 Venmo， 还可以用其他的一些就是转账的服务来进行。但是 SWIFT 它已经在全球存在几十年，它的这个东西已经非常成熟，而且是全球11000多家金融机构非常依赖的。而且俄罗斯呢有70%的金融机构在使用这个 SWIFT。现在呢 SWIFT 把俄罗斯的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金融业啊，大部分的主要的银行还有金融机构都剔除在外了，不能用这个结算。那这个呢，就使得俄罗斯的银行或者俄罗斯的某些公司跟外国的交易，他们之间的这种买卖的这种支付的行为就没法进行再进行下去。那这个对俄罗斯呢是打击很大。但是话说回来啊，这一次制裁呢，其实这个 SWIFT 的制裁还没有达到那么特别致命的程度，等于说给俄罗斯留了半条命。为什么呢？一方面呢，是因为 SWIFT 的这次剔除的不是所有的俄罗斯的金融机构，那么另外一个在所有的没有剔除的这个俄罗斯的金融机构里面，有一块非常主要的一块，等于是挖了一个大洞啊，它整个都没有制裁。这一块呢，就是俄罗斯跟欧洲之间进行石油交易的一个就2家大型的金融机构，这个呢还是在 SWIFT 的这个运作里边。那一个呢，就是俄罗斯的联邦储蓄银行啊，它呢还是在 SWIFT 里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啊，这一家公司呢，它仍然在 SWIFT 的支付系统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把这2家公司也剔除出 SWIFT 的系统，那么欧洲非常依赖这个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区域它就没法跟俄罗斯进行这种贸易上的往来。就我给你钱，我给不了，就没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条件或者这特别渠道去支付，只能通过 SWIFT。而且这 SWIFT 不能说 OK， 我只制裁你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就是说只排除你的联邦储蓄银行的这个跟欧洲石油进行交易的部分，其他部分我呢还给你就是其他部分都可以禁止了，只保留这一部分。他还做不到这一点不能这么做，要断呢整个银行就全都断掉。所以说呢，这个等于说是给俄罗斯留了一个活口，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欧洲呢现在是过分依赖俄罗斯这部分的。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金融板块的举动呢，就是这个把俄罗斯的6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给冻结了。那这个呢，就使得俄罗斯想自己救自己的卢布都做不到。本来呢，西方对这个俄罗斯的打击使卢布狂跌嘛，大家都知道，现在那卢布这个1卢布对美元是不到1美分，是0.73美分。我今天还特意查了一下，这0.73美分相当于多少钱呢？这个概念呢，就是在美国买好一点的这个印刷纸它是4块钱5一包这一包有500页。那就相当于是0.85美元0.85美分一页一张纸。就说现在卢布跌到了1块钱卢布还买不了美国的一张这个打印纸，就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它已经钱比纸还便宜了。像那个洪林刚才提到是股票还是俄罗斯的货币它已经不如这个就是它这个币纸的这个价值，还真的就是这么回事那这方面呢，是举的例子就是美国还有欧洲，它的欧洲盟友对俄罗斯在金融上的制裁。那还有对俄罗斯这些权势人物，他的这些
普京啊，还有他周围的这些盟友，他这方面的金融制裁也是很严重的。他们在全球的金融系统里边的这个资产呢都被冻结了。那么他们呢也不能跟任何的美国人进行任何的交易啊，这都是对普京当局啊非常这个直接的冲击啊，对他们本人的。甚至有一些普京的这个盟友啊，他的那些俄罗斯的巨富寡头嘛，他们自己的房产呢，就在这个俄罗斯之外的房产呢、豪华游艇啊，这些都要被这个美国和其盟友啊进行没收啊，就打这个是对他们本人非常直接的冲击。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和这个天然气这部分，那么一会儿可以讲啊，因为这部分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那另外一个，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是很多独立的企业啊，私人企业啊，对这个西方的嘛他对这个俄罗斯啊自己单独的行动。那就比如说一些这个石油企业，比如说这个 BP 它跟俄罗斯的一些大型的石油公司啊切断了来往。它在俄罗斯石油工业集团里面呢有20%的股份，相当于是250亿美元，它整个都放弃了啊，就不跟它继续来往了。还有这个埃克森美孚，它已经停止在俄罗斯进行任何新的投资，跟俄罗斯的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石油项目啊，它已经撤出来了。那另外呢，还有 BP 等等的这些公司。那另外呢，还有航运企业，比如说马士基这个航运的，就是它是世界航运的巨头啊，马士基。那它呢，已经跟俄罗斯暂时的断绝了业务来往，不再接单了啊，不替俄罗斯办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信用卡类的这个公司，比如 Visa 还有 Mastercard， 在这个亚洲地区可能叫万事达卡，Mastercard 叫万事达卡。那么这一部分呢，对俄罗斯的制裁是直接冲击到了俄罗斯的国民啊。俄罗斯这个国民他用信用卡就很不方便，因为全世界几乎好多国家，你用这个信用卡支付用的都是美国这个几家大型的信用卡公司，特别是万事达卡还有 Visa 都是用他们的服务。那他们一把这个断掉之后，直接冲击到的就是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那另外呢，就比如说苹果呀，是吧？还有这个 IKEA 呀，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可口可乐呀，这些具体的私营的大公司，这些他们撤出俄罗斯的业务，还有麦当劳850家店都停了。但是呢，麦当劳是会继续给他们在俄罗斯当地的员工发一段时期的薪水。但是呢，这个店面的服务就全都暂停了不再继续进行了。那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很多的这个西方企业也把自己的这个公司办公处从俄罗斯就撤出来了这是一点，就是西方一些我刚才说的是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西方大企业现在都停止在俄罗斯进行交易业务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像我们刚才说的五个板块嘛，制裁。最后一个板块就是美国政府这边呢，对俄罗斯的一些贸易禁运。这贸易禁运呢，就是包括这个航空航海还有国防半导体等等这些比较尖端的领域比较它有可能用于国防的一些先进领域。当然了，也有一些商用民用的领域呢，就是也是禁运的。比如说波音公司，它的一些飞机零部件的，还有一些维修服务这些东西也都不给俄罗斯了，就直接给俄罗斯的就是很多的它的就是比如说它飞机它经常需要检修的呀，那这个给俄罗斯的航空业也是非常大的打击。那类似的情况就是以此类推就是这些美国的贸易禁运对俄罗斯这些具体各个部门的打击，特别是还有半导体。那半导体这个芯片这个俄罗斯你要是生产任何的，你生产导弹、生产电脑、生产一部手机，这都离不开芯片。但是呢，他自己又没有能力生产出像美国或者台湾做出的这种先进的高科技的芯片。那这样呢，对他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还有一点现在呢，美国的国会的两党的议员他们正在研拟一个法案，就是彻底的跟俄罗斯还有俄罗斯的小弟就是白俄罗斯，跟他们两个呢进行这种就是说之前一直有贸易往来嘛，不管跟俄罗斯的关系再怎么样，还是有贸易往来的。那现在美国两党议员呢，他研拟的法案呢，就是说彻底跟俄罗斯贸易上断交，不再跟俄罗斯有任何的贸易往来了。就这个动作就更大。那美国刚才我们说到5大板块，后来我们就新加的这一个就是正在草拟中的，就是说要跟俄罗斯彻底断绝贸易往来。这么满打满算是6部分吧。这所有的打在俄罗斯身上
啊，现在普京是非常的着急，他天天的就是最近天天都是跟自己的幕僚在开会，谈怎么去救这个卢布啊，怎么去救这个经济，但是怎么救他都无济于事。那有2个办法呢，也许有补救，但是现在呢也是为时已晚。一个办法呢就是虚拟货币啊，比如比特币这一部分呢。这个比特币还有这种虚拟货币呢，它是没有就是它是可以绕过政府监管的，政府是碰不到的，你是完全是私人间进行的，它是区块链技术嘛，它完全去中心化，没有任何的中央银行啊、政府管制，美国也管不了。所以说呢，这个虚拟货币这块呢，是一个如果俄罗斯有足够的这个虚拟货币的储备哈，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行了。整个的全球的这个虚拟货币的总量现在有2万亿美元。所有的各种各样大家知道的虚拟货币这价值加在一起是2万亿美元的体量，其中呢比特币是大概占了8000亿美元，那俄罗斯的外汇储备有6300亿美元啊，他就把这些都拿出来买的话呢，他买的也只是现在全球比特币的一部分，但也能救一部分这个给他救急吧哈，做一部分事儿，但是呢现在这部分6300亿的外汇储备都动不了。俄罗斯的很多钱动不了，资金呢也在这个货币也在贬值，所以说呢，现在俄罗斯看着这个虚拟货币，它也是无济于事啊。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现在已经被冻结了，已经被定在那儿了，它动弹不得啊。就算有虚拟货币这个偏门的这种方式，它也是躲不开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共啊，中共呢也许能救这个。外界可能会觉得中共救俄罗斯，就算他救，他全力的救，他不是美国。中共呢，它是一个，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也是经常会谈论这些哈，就是也是外强中干啊。它呢，其实呢，现在经过疫情啊，还什么的，它的经济呢也是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最近2年，它为什么去打压那些中国国内的个体的商户啊，或者大型的这个他们的企业的老板呢？或者没收他们大笔的资金呢，就真的是因为中共他的腰包已经渐渐的瘪了，不如以前有钱了。所以说呢，现在你叫中共去救俄罗斯，他也不如当初那么有底气，他只能是帮俄罗斯一部分，他无法完全抵消现在以美国这个美元支配的世界的这样一个对俄罗斯的制裁，他没法抵消这样的负效应。所以说呢，俄罗斯靠中共也是靠不上。那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啊，美国发动这么大的制裁对俄罗斯啊，它的目的也是只有这么一个，就是把普京逼到谈判桌的旁边，然后呢叫他就是在对乌克兰的侵略上做出让步啊，做到何种程度，那就看了。那从现在的这种经济制裁的规模来看呢，我预计啊。普京俄罗斯政府他一定要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因为被制裁的实在是太惨了。按照这个英国首相的说法，就是一定要让他的侵略行动失败，这是西方元首啊，西方一个国家重要国家的元首提出来的目标。那怎么让俄罗斯的侵略一定要失败呢？那现在我们看到啊，就是美国利用它独特的这种经济制裁的杠杆，对俄罗斯进行了重击。那这种重击也无异于是一场非常严重的这种真枪实弹的较量，就相当于是一场真枪实弹的较量，是非常的，也是有一定力度的，因为它毕竟是它的这个金融规则在支配这个世界嘛。所以说呢，是很有可能把普京啊，现在已经逼到谈判桌了，对吧？已经进行了3轮的谈判，那接下去可能还有。那普京啊这边他可能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这个让步。那么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人民啊，他们的这个老百姓们吧，他们受到的冲击也是相当大。可以说，如果说反对这场侵略，那全世界最反对这场侵略的应该是俄罗斯人，因为他们是直接是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除了自己的邻居、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有可能在战场上是战死这个杀，但我们不能用这种词汇了，就是说他在侵略战争中死亡啊，有可能是他身边的人。那另外一个就对他们自身呢，也是一个直接的打击，就是这些经济制裁。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俄罗斯人呢，他早上起来啊，出门去买东西，他的信用卡没法结算啊，他想去 H&M 啊这种服装公司啊去买衣服，他买不了，因为他那个服装店都关门了，不在俄罗斯营业了。去麦当劳，大家可以看到，这麦当劳马上要关闭了，所以俄罗斯人在麦当劳外面是大排长队，是前所未有的啊！去为了吃美国的这个垃圾食品啊，大排长队要吃麦当劳啊，因为它马上就要关了。
然后呢，还有比如说那个苹果产品你买不了了，包括苹果的这个手机，你的任何软件的更新都没法更新了，因为 Apple Store 停止了在俄罗斯的服务。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像可口可乐呀，是吧？还有一些快递公司没法在这个俄罗斯使用，比如说 DHL 啊，还有 FedEx 啊，美国的这个快递公司，它在俄罗斯的业务也是很大的。那有一些甚至是比如说医药行业都在利用这些快递公司进行服务。所以说呢，在俄罗斯的一些医院，它的这个比如说糖尿病人，它的胰岛素现在不够了，真的出现这个现象了啊，就是它医院的一些储备物资已经不够了。那面对这些窘境哈，那俄罗斯人现在就想着往外逃啊。最严重的还有一点，我必须补充一下，就卢布啊，刚才我们说到卢布狂跌，他们以前存在银行里的存款，我今天大概查了一下，原本呢在侵略战争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卢布对美元呢差不多是1卢布兑换1.3美分啊，现在呢是下跌到了0.73美分啊，下降了接近1半的这样一个数值。那等于说他们在银行的存款比以前的价值呢少了1半，以前能买一个房子，现在只能买半个了。你说这换任何的人都会很犯愁，对吧？所以说俄罗斯人现在都想往外逃，在国外的俄罗斯人不想回去，在国内的呢想出去，但是呢就是说现在也很难了，因为在这个俄罗斯的它的飞机票也是很昂贵，一些国家呢也是不是很欢迎他们，对。谢谢大友。其实这制裁的部分让我也一直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这深刻的感受当然是一开始是政府官员做出政策啊，但我必须说啊，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已经不比过往大家各自生产、各自生活可以很封闭式的一个经济体。在全球化这么久，这绝对不是当时1战、2战的那样的氛围可以比拟。所以刚刚也提到过，你今天做了什么手段，做了什么制裁，其实一定会致伤哦。刚刚有提到了，这个人民当然受到了，除了俄罗斯人民受到影响之外，其实欧美的这些所有制裁国家的人民会不会受影响？也会啊，台湾也有10%左右的天然气是从俄罗斯一停止之后，台湾内部有人问说，那台湾该怎么办？所以我也很好奇啦，美国做出了石油的禁运，美国虽然自己也有产油哦，那之前还为了页岩油产不产、开不开采，其实这都牵动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变化。我就很好奇，刚刚谈到的这个石油的这一块，你觉得如果再持续下去，美国在最后祭出这个对俄罗斯石油的这些禁运哦，可能还会产生哪些联动的一些影响？是不是可以请您再跟我们多做一下说明？谢谢。那么现在呢，美国是祭出了这个石油和天然气针对俄罗斯的禁令啊，这个是令外界比较意外的。那么现在呢，是美国单独的率先的在行动，那英国跟进。那美国这次的禁令是很全面的，它禁止了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煤炭，还有所有的石油产品，就是整个化石能源这一块跟俄罗斯整个是断掉了联系。但是呢，它只不过是给现在已经存在的交易啊45天的缓冲期，你们在45天之内可以把这交易整个都搞定啊，之后就不要再进行任何交易了。那英国呢也跟进美国，那他给的这缓冲期呢比较长，是到今年年底为止，他可以叫自己的公司啊去跟这个就其他的国家找一些替代品。那英国跟美国呢，它其实啊对俄罗斯的石油依赖呢都相对来讲都不是那么的强。那英国呢，它是有10%的石油能源呢是来自于俄罗斯。那美国呢，比如我们打个比方啊，那美国它是2021年的一个数据，美国呢是每一天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是70万桶。那么整个欧洲呢，它的面积跟美国差不多，但它每天要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是450万桶。那这样来讲呢，其实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这个依赖呀，石油资源的依赖呀，是更加的强大。那么欧洲国家现在就很犹豫，包括匈牙利啊，他就直接说这个我们可能做不到。荷兰的那边也说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难，德国那边说我可能再考虑考虑。所以说欧洲呢，他们对俄罗斯的因为依赖性很强，所以现在呢一直处于观望的态度。那美国这边呢，因为它依赖度没那么强，所以说呢，它现在做的比较就是比较彻底。那虽然这么说，它也是等于说是一个伤敌1万自损8000的举动，因为这样做呢，对美国自身对这个美国人民都能构成直接的影响。那首先我想说一下就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全球油价都在涨，都是因为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全球的我们去给汽车加油都要花更多的钱。
那这个事儿呢，其实啊，我们只说美国，那对美国来说呢，它并不完全只是这场战争造成的影响。那还有就是说，比如说美国本身的石油减产，因为疫情造成的影响嘛，它的包括还有它的这个支付手段的变化，造成了很多这个石油开发商啊，它需要在生产石油过程中支付更多的钱。还有这个劳动力的短缺啊等等这方面的各种，还有政府的政策导向导致的各个方面的，因为现在拜登政府啊，他是不鼓励，原先呢他是不鼓励传统能源的，他是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啊，他是把这个石油作为次要的产业来对待的。那种种原因造成了现在美国石油飙涨也进而导致全球其他地区都在涨。那么俄乌战争呢，只是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刺激原因其他还有就是别的原因。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球的这个油价都涨得很厉害在这个美国，我记得3月8号平均油价是4块1毛7美元。那之前是多少呢？在川普执政时期，它是2美元1加仑是按加仑来算的，差不多是3.5升的这样一个比例那么在这个美国西部，我看有些地方呢，它的油价已经因为是4块1毛7是平均价格，那在这个西部有些地区呢，它比较昂贵，贵到了7块钱1加仑要达到这个6块多1加仑，这个是我在美国从来没有见到油价会贵到这种程度。那当然了，这样的话呢，对美国的就是种种的行业种种家庭它的影响都是很宽泛的。比如说家庭不只是油嘛，还有天然气。你家庭取暖，很多家庭是用天然气的，他们要看到自己的这个天然气账单要上升。那有一些发电呢，它是要靠这个天然气和石油进行这个能源的供给。那这个能源方面的其他的能源供给方面呢，都会涨价，可能电费也都会上涨然后呢，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个工业成本各方面的，它都是要随着上升。而且呢，这样做呢会加剧这个通货膨胀。那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现在美国的这个经济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那这一次对俄罗斯的石油禁运之后呢，可能会进一步刺激美国的通货膨胀，对全球的金融市场呢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但这一次呢，说实话这个是美国很大胆的行动，超出一些，就包括我本人之前在节目里谈，我都没有想到美国会这么快的就下决心彻底跟俄罗斯断绝这个就是经济上就是这个石油化石能源方面的往来。因为这个来讲呢，它是比较大的动作，但是他现在这么做了，而且呢还得到了70%的美国人的支持这个呢真的是我看到了，也是觉得这次战争让很多人团结到一起。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景象，但是呢，大家呢也必然会承担为此带来的后果。是，我觉得大鱼谈得非常的好尤其看到这个美国人对这件事的支持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部分，我觉得应该给这些愿意牺牲自己的不方便也许也提高了许多生活的成本可是我们都知道，做这件事情的牺牲的目的是减少未来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在受到这些暴行威胁，在受到这些我们认为恶霸的国家的欺负那我们当然回到在这一次的整个制裁过程当中，俄罗斯当然也不是不做出反制刚刚提到的，他可能说如果你们这样兑换我以后就用卢布来付你钱或者是我就把你的这些资产收归国有甚至他列了一份所谓的不友善俄罗斯的这些国家跟地区台湾也被名列在其中那后面挂号是中国。台湾如果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台湾制裁台湾不就等于制裁中国吗？所以这真的是非常的吊诡。有人当然半调侃说，那中国外交部要为这件事情来抗议吗？所以您怎么看呢？谢谢。其实呢，我看到这一点并不意外，因为之前我也经历过一些这样的事情。俄罗斯呢是从来不会考虑中共的感受的像我在疫情期间呢，就在2020年初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做过一期节目，是一位俄罗斯的华人的商人，他呢给我提供的爆料，因为他去看俄罗斯的卫生部网站，发现呢俄罗斯呢就把这个武汉，当时叫武汉肺炎嘛，这个就是中共病毒它这个毒株他们俄罗斯的卫生部门经过研究发现，它跟实验室有某种关系就像现在我们大家经常传的就是它跟中国的实验室有某种关系，然后他讲的非常细。
这是俄罗斯的卫生部政府部门释出的。那么我节目播出之后呢，也有其他媒体去查证原话，发现呢确实这是俄罗斯卫生部官方介绍的文件是这样讲的。等于说呢，他把一些就是西方都不敢谈的一些禁区啊，都写在他的文件里了。这俄罗斯以前就干过这个事儿。那中共跟俄罗斯的关系呢，其实非常的显而易见了，因为呢，他们只是一个利益上的关系，互相之间呢，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说盟友之间的感情啊，或者这些东西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实际的这个经历中啊，在现实中啊，这些东西都并不存在的。那比如说啊，中共啊之前呢曾宣称啊，说这跟俄罗斯啊这个关系怎么好。就在他刚说完的这个话之后，那俄罗斯那边呢就会跟西方国家啊就澄清说，我们跟中国是不会有任何的军事联盟的关系的啊，就是把这个呢跟中国啊保持一个距离。那前一段时间呢还有啊，习近平呢他就是想竭力的拉拢普京政权，来在跟中共一起在国际的这种对抗形势下站队表态，要拉普京跟他站在一个战线上去对抗美国。当时呢，普京就拒绝了。普京说的什么呢？说我是猴子啊，你们是老虎啊，跟狮子打架啊，我不参与啊，我看你们打。这是普京的原话。然后之前呢，就说习近平啊，他们也是要喊 OK， 我们要武统台湾啊，中共要对这个台湾是张牙舞爪啊，经常派军机在西南空域骚扰台湾嘛，这经常发生的事儿。那就是2021年的上半年啊，当时这个事情非常紧张，大家都在谈论就是武统问题，特别是美国的印太司令啊，前司令，他呢在国会听证上就说了，从2021年算起。之后的6年内，中共会对台湾进行侵略。那这话出来之后啊，那武统一下子就成了热门的话题。当时呢，就有人问到了普京，说你怎么看这个事儿？他说非常的啊，就是满脸堆笑的，笑嘻嘻的对媒体说，你在哪儿听说的？我是从来没听说北京要对台湾进行武统，笑的简直就是一张嘴都不够了，给他2张嘴他都能笑出来。这个当时普京的反应呢，就从他的这个肢体语言，从他的面部表情就能看出来，就是说他呢已经在给外界一个信号了，就是北京啊，他当时所谓的要打台湾，那顶多呢只是一个喊喊口号。按理讲你是盟友的话，你不应该把对方的底牌都揭出来，对吧？但是普京呢就揭出来，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我想呢，他有对俄罗斯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考量，因为呢，他跟中共虽然表面上中共总拉俄罗斯，但是我想俄罗斯本身呢，他跟中共也在有一种竞争他也会在防着中共。那中共呢这边呢求着俄罗斯，但是呢他也不会说把自己完全就是说要跟俄罗斯紧紧的绑在一起。当然了，他是想竭力拉拢俄罗斯了，但是俄罗斯这边呢是一直在跟他保持距离。那这边呢就是说，他们2个关系是这么样的一个实际关系我还想起了一件事，就是疫情的时候呢，他在这个首先就是说很多国家嘛，就是要对这个中国，因为它是一元地嘛，要对它进行就是这种禁令就是履行禁令。那美国当时要做的时候呢，就是惹起很大争议因为川普嘛，当时就想这个要禁止中国航班到美国来。那当时呢，就是民主党那边呢反对声比较多认为这个好像也不是民主党全体了，个别的一些人吧对这个禁令非常的就是抵制认为可能太为之过早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紧着替中共讲话就说川普这是地域歧视不能这么做。但实际上，最早对中共封锁边境的就是朝鲜和俄罗斯，这2个被中共视为他的自己认为情同手足的2个国家是最先给他捅刀子的。所以说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话说回来就说到这个俄罗斯对台湾说台湾他讲就是不友好名单里边，台湾是其中一个，因为台湾呢也对俄罗斯的制裁有所行动，包括对对乌克兰呢进行捐款外交部就是组织大笔的捐款捐给乌克兰，在俄罗斯都看在眼里，那把台湾列到了不友好的名单里边，但后面跟了个括号，像刚才洪林讲的。括号里写的是这是中国领土但是1949年之后，它就一直是由自己的政府来管制。
这相当于承认什么了呢？承认什么了呢？就承认了台湾现在是一个处于自治的状态。那用一些网友的话讲，就是台湾又被独立了。那其实这种被独立的事儿啊，中共也干过啊。像之前这个胡锡进啊，在2021年去年年底王力宏事件出来之后啊，胡锡进就出来说了，哦，王力宏不是中国人啊，他是美籍台湾人啊，这样来讲。然后呢，当时就是在网友之间啊，引起了很多的议论啊，就说中共啊，就是把台湾啊，就承认了台湾的独立性啊。中共的这个喉舌胡锡进啊，他是这样讲。所以说呀，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它虽然是个玩笑吧，但是其实反过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它是心知肚明的啊。台湾到底处于什么态度，处于什么地位，那中共这边呢，他自己是知道的。那像刚才我们说的，俄罗斯，他对中共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实际关系，它并不是那么的热络。那他写台湾呢，他就说，把台湾解释成这样，说它是由一个自己的政府管制的。我想呢，根据历次的经验来看，那中共外交部是绝对不会去抗议了，因为之前俄罗斯针对这个中共做的任何事，中共都没有反对过。所以说，在中国的网友之间就有一句话嘛，叫"俄爹虐我千百遍啊，我待俄爹如初恋"，就是中共是一直保持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我想呢，俄罗斯在台湾这个地方画的括号啊，中共外交部也不会去做任何的抗议，也会把俄罗斯继续当成自己的初恋来对待啊，也会这么做下去。但是反过来讲啊，说中国跟台湾是不是中国真的是不想让台湾独立啊？真的要把台湾所谓的统一到自己的？首先，我想说，中共它本身不是一个合法政权，因为说实话，合法政权还在，那等于是什么呢？就像现在乌克兰，比如说乌克兰政府被挤到了哪怕是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小城市啊，比如说就在这个勒沃夫这个城市，它呢就是组建一个乌克兰的民主政府，但是那边呢，俄罗斯扶持了一个亲俄的伪政府。那你说国际该承认哪个政府？他一开始肯定还承认西部只占了一个城市的那个真实的民主政府，乌克兰的民主政府，那还是会承认的。那其实呢，就像现在中国跟这个台湾的关系一样，早年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合法政权还在，但是呢，中共是窃据了中国大陆。那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但是这个关系实际上还是这样的关系。所以说呢，你说中共要去统一台湾，我说反过来讲还反而合适一点，台湾去统一大陆啊，把置在中华民国的管理之下，这样反过来说呢，反而还更合理一点。另外呢，说中共是不是真的在乎国家的统一，这个也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江泽民时期啊，他呢跟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有一个交易啊，有一个协约，就是中俄之间的一个边境的一个协约。他呢把以前清朝的划给这个俄罗斯的土地啊，在这个东北的北部，在新疆的北部，包括蒙古的一些地区，就是大面积的划给这个俄罗斯的土地啊，都承认了啊。就之前的这是属于不平等条约，中华民国没有承认啊，其他的就是之前的任何的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那么中共在那会儿呢，为了跟俄罗斯搞关系，他承认了，就把这些领土啊全都划给了俄罗斯，甚至呢在南部也是，给他在喜马拉雅山脉啊，给这个喜马拉雅山南麓啊那些有一些国家呢也是有一些土地呢也是划给了他们，包括这个长白山天池，整个以前都是中国的，他为了跟朝鲜搞关系，把天池啊一分为二，这半是中国，那半是你朝鲜的。因为朝鲜跟当时的毛泽东要说，这个白头山呢是我们老金家的发源地啊，你能不能就是说让我们也有一席之地啊哈？那毛泽东就同意了，所以呢就把长白山一分为二，就给了朝鲜了。他是大笔一挥就给出去的。那还有就是说，在南部越南啊，80年代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共跟越南打了一场战争啊，当时呢是等于说是就是死了好多人，然后去占领了一些地区，但是呢那地区呢按法理上来讲属于中国领土，但是后来呢中越关系缓和，那中共啊又把这个土地当成礼物啊又回赠给了越南，就所以说呀，中共啊他对于中国的领土他其实是不在乎的。那这为什么现在他这么在意台湾呢？那其实在于统治者自身啊，他是为了自己的连续执政啊，找一个合法的理由。
他想搞一个自己的千秋万代的功业啊，好让人能记住，好让他自己在位置上能坐得住。那么呢，他就想把这个台湾问题解决了。那本来之前呢，台湾问题是中共拿来当牌打的，一直没有真的想统一哈。但现在呢，中共急着想统一台湾，是因为现在中共的当政者他希望有这么一个东西作为他执政的一个基石，一个能够继续执政的一个理由啊，是这样的情况。对，张宇刚刚提到的部分，这样子类似的，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共对台湾一个混乱的角色，其实非常的多啦。包含有些人会提到说，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你去看一下这有人分析说，俄罗斯是占这个中国最多便宜的时候，过去做了许多，然后承认这个满洲国等等都是率先的，然后这个鼓励外蒙独立啊等等，然后最终大家最讨厌的却是美国，这很好笑。所以接着也请教一下大宇因为有人当然说俄罗斯这次侵略了乌克兰，到底能不能作为中共未来要入侵台湾来发动战争的一个样板？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后续的发展？你觉得从这件事情上面，到底对于习近平的压力，对于整个情势上的一发展，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我觉得截至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乌克兰的这场战争对中共想武统台湾，它是一个具有非常强大的吓阻作用的。那乌克兰战争发生之后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香港。当时呢，香港发生了反送中事件。那这件事发生之后让很多原本就是说可能还想投票给国民党的一些台湾民众，或者说想投票给一些就是说可能是怀疑其有亲共背景人物的这样的一些选民，他改变了主意，那使得在这个后来的台湾大选里面，那么比较支持就是远离中共的这样一个政党在大选中继续的获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香港的反送中对当时是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影响。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这个乌克兰的战争。那其实呢，这场战争从一开始打我想呢，它呢就有对台湾的示范在里面。因为呢，在2月4号，北京冬奥开幕之时，普京他没有去别的地方，他先去的就是北京。一方面是去参加冬奥的开幕式，那另一方面呢，我相信更重要的，因为他开幕式他几乎没看完就走了，半道就走了。走了之后，他也没有按原计划在北京待，比如说1天半的时间他也是提前坐飞机就离开了。他匆匆的来，匆匆的走，但是呢，他把一些必要的合约什么的都跟习近平签了，而且呢，他跟习近平密会了2个小时。密会2个小时谈什么呢？我相信这里边一定就是有关于他要入侵乌克兰的事情。因为呢，根据最近西方的解密情报，我们也看到了，说西方情报界已经掌握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政权呢，在这个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之前，曾经当面请求普京请求这个克里姆林宫政府，要他们呢在北京冬奥之后再进攻乌克兰。那通过这个情报，我们可以知道中共在这之前是事先知情的，而且呢，双方很有可能交换了意见。那在哪儿交换的意见呢？我相信最主要的场合就是普京在开幕式那天去北京他跟习近平2人的密会。那中共他会对侵略乌克兰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知道，在乌克兰在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一开始的时候，中共那边呢，他媒体里边流传出了一个，他应该是发错了，可能是误发的一个帖子，把自己的编辑原则发出来了。那个编辑原则呢，写的是，所有的亲俄的新闻就说它是可以发的，但是呢，所有的你亲美的、反战的这些都不能发，而且呢，就算是亲俄的，那你也要通过编辑审核才能发表。这是中国大陆的一家媒体，它呢针对就乌克兰战争最早发布的编辑原则。我相信中国大陆媒体没有一家可以独立发布这种编辑原则的，一定是中宣部最上层直接下达到全国几百家媒体的这个指令，他才敢这么做。所以说呢，这个非常重要，这说明中共一开始的宣传口径它是亲俄的，而且呢对侵略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有关这个俄罗斯战争、俄罗斯亲俄战争的对不起俄罗斯亲乌战争的这个阴谋论在里边中共宣传了大量的阴谋论来支持俄罗斯的侵略，说乌克兰有怎么不好乌克兰里面有什么什么的放出很多的这些消息，然后甚至在
这个华人的圈子里啊，在进行传播啊，有很多的我相信是中共的这个特务，他在推动这方面的东西。那么呢，他为的是什么呢？他为的就是给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制造合法性。特别是呢，国际社会都在谴责俄罗斯侵略，中共官方呢也一直啊没有实实在在的去谴责俄罗斯的这种行为。那通过这种种的迹象，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就是说中共对俄罗斯的侵略至少是不反对的。他为什么不反对俄罗斯的侵略呢？我相信啊，中共高层呢，他是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啊，当成了他今后要武统台湾的一个范本。假如说今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国际社会反应并没有这么强烈，那么俄罗斯很轻而易举的现在已经占领了乌克兰，那我可能啊，在20大前，有可能啊，我个人觉得那20大前中共就可能敢于侵略台湾，但是现在呢没有这么做，因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呢，他现在在这个乌克兰遇到了非常强烈的抵制，然后呢，他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所以说呢，中共望而却步，现在呢还在逐步的调整自己的对这次侵略战争的态度啊，给外界传递信息也不断的在调整，包括呢，他也参与了一部分对乌克兰的援助，啊，他们这个中共啊。就是他自己随便一个官员，可能1个月贪污的钱就很多了，但是呢，他宣布要给乌克兰捐助多少呢？捐助70多万美元啊，70多万美元，就这么小的数字，但是他毕竟啊，他是做出了这样一个动作。然后呢，习近平啊，3月8号在北京时间3月8号也喊话，说什么呢？说各方保持克制。我们知道这个战争是俄罗斯发动的，他叫谁保持克制呢？那这话只能对俄罗斯有用，那你只能是俄罗斯保持克制。其实呢，这话也是说给俄罗斯听的，就说你呢，就说现在可能侵略战争已经把你打成这样了，那接下来中共要救他的话，可能也要花费很多的这个精力财力，是吧？所以说呢，习近平这会儿呢也开始喊一些话来调整自己的姿态，因为他看到了这个情况呢是，就说跟他们预想的不一样。那么就这个俄乌战争啊，目前的这个战况本身来讲呢，它至少给出了4种这个组合的这种示范的情况哈。那第一种呢，就是说，全世界人民这个反战的这个情绪啊，非常的高涨。像我刚才说的，美国70%的民众宁可自己多交点汽油费，他都愿意支持美国对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的禁令。那其他国家也是，就是其他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有自己的损失，因为你切断了跟俄罗斯的贸易往来，你自己跟俄罗斯有业务啊，那你可能自己也会受损失。但是呢，这些他们都不管了。现在呢，全世界从政府到民间都一致的对俄罗斯在进行制裁。那甚至去乌克兰的雇佣兵啊，都有墨西哥的，有印度的啊，这些就是不在西方国家阵营里的这些国家也都去支援乌克兰的战争，所以说是全世界性质的。我知道台湾也有人去参与这个乌克兰的志愿军，对吧？日本也有，韩国也有。所以说呢，这个是等于说全世界民众啊，包括他的反战游行，包括俄罗斯国内的反战游行，光这个。民间来自民间、来自政府的反战的声音，已经能够喊破俄罗斯的耳朵了。所以说呢，这一点呢，对中共来讲，他看了他也害怕啊。那这是一点。那再有一点呢，就是说，他给全世界提了一个醒，什么醒呢？包括给台湾也提了醒，就是说呢，在这个战争发生的一刻啊，就是说我们要提前预知某个国家可能有侵略行为，我们要提前做准备。比如说呢，假如说。欧洲如果像早期川普政府建议的，提早跟俄罗斯的石油啊，就是不去那么依赖俄罗斯的石油，他们可以进口美国的液化气啊，或者从其他国家进口更多的石油天然气。那现在欧洲可能马上可以跟进，切断跟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往来，那这个禁制啊，就可能进行得更顺利，它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那现在乌克兰战争发生了，他们因为没有提前做准备，而造成他跟俄罗斯千丝万缕的联系啊，他没法一下子割裂，就算割裂了，也是自己会受伤很严重。所以说呢，这一点呢，给所有国家都提了个醒，就是要提前做准备，提前做这个。比如说，我知道某个国家有侵略的意向了，那我现在呢就要准备各方面的。我一旦开战之后，我要跟这个国家脱钩，啊，就是马上脱钩，对我来说影响也不大。
所以说，像这个美国之前呢，他就在川普政府后期就越来越想跟中共脱钩，这整个贸易脱钩，对吧？这只是说没做完，现在川普就是美国政府换了，但是呢，这个事儿当时是一直在推动的。那所以说呢，这个呢是给世界提个醒，再一个呢就是对台湾自身也是提到了一个，提了个醒啊，起到了预防作用，就是说台湾现在像刚才洪林介绍的，是不是要搞这个全民皆兵的这种防御这种措施啊，是不是要就是说建立某些机制啊，来进行更强大的这种反战的这种效力啊哈，所以说呢，对台湾呢也是有很强烈的这个预防性的示范作用。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制裁啊，这个制裁呀，对，就是整个全世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给中共啊也是一个很强大的打击。那中共可能没有想到，就是西方国家会团结到这种程度哈。然后呢，从刚才我们说到的5到6个板块啊，可以说是有六大板块的制裁，有一个板块还在策划中，那就是5大板块。5大板块制裁啊，从这个对他们这个高官本人啊，金融系统，再到这个私营的西方大公司啊，都在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特别是现在是全球化经济，中国国内啊，它的经济跟西方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西方公司像对待俄罗斯那样对待中国，那么中共呢，它也是吃不消的。好多西方大企业啊，西方的这个金钱呢，都会撤走。所以说呢，这对他来讲，他也是要好好想一想。所以说呢，现在对俄罗斯的制裁是肯定中共是害怕的。那最后一点就是军事实力，大家知道俄罗斯啊，它是世界军事强国了啊，它呢有这个仅次于北约的最大规模的军事，它跟美国是没法比了。但是呢，它除了美国之外，它跟中共拼，那肯定中共它现在以它的军力跟俄罗斯打未必能打得过。但大家可以看到，俄罗斯现在针对一个小小的乌克兰啊，截至3月8号，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陈列的15万兵力几乎全都进入乌克兰了。但是呢，在面对美国的标枪反坦克的飞弹，面对美国的刺针飞弹啊，面对英国的下一代反导系统、下一代反坦克导弹系统，然后呢还面对各种各样的西方先进武器，包括西方的志愿军。美国没有参战，但是呢，美国是派了很多退伍老兵，他们自愿的参加，他们在专业的装备下、专业的指挥下，他们就是美国的正规军。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推进的非常的缓慢，以至于普京不得不把这个核武器部队启动到最高级别。那所以这种整个的示范作用啊，对中共来讲，他也是非常担心的。他一看俄罗斯打一个乌克兰打的都这么惨，那打台湾呢，他可能就是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说是军事实力上的，特别是俄罗斯有常年的实战经验，俄罗斯打车臣啊，入侵格鲁吉亚。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战争啊，在跟叙利亚境内啊，跟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进行的这种战争啊，俄罗斯最近呢也是没少打仗，但是中共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最近几十年呢就打了一个越战，越战之后啊，除了6四天安门啊镇压学生，对内镇压各种镇压百姓的这种抗议活动，中共的军队在对外战争上几乎是0经验。包括他的武器也没有这种实战的考验，所以说呢，中共在这块更是短板。所以他一旦要对台湾进行跨海作战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考虑这一点。他就算再发展出什么军舰呐、先进的武器，那也是象征性的进步，并不是军事实力的本质的提高。所以说呢，这次乌克兰战争从这个全世界人民的反战情绪，到这个对各国的预防性的这个示范作用，再到这个制裁的吓阻作用，再到军事实力的就真枪实践的这种考验，这4大方面，俄罗斯全都输了。那中共看到了呢，他也会对他想进攻台湾呢，起到很大的吓阻的这样的一个阻力吧。那么最后一个呢，就说台湾呢自身呢，它是不是乌克兰？台湾跟乌克兰一样吗？我想呢，从这个西方的声明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包括西方，包括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就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不久，日本首相就代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还有印度这4大印太就是4大支柱国家吧，发了个声明，说绝不会让乌克兰的战事在印太重演。而且美国这边呢，也是把中共列为了高于俄罗斯的美国国家安全第1大威胁。
美国跟德国、跟法国、跟欧洲的一些他的盟友，早就把他的军事的力量啊，包括北约，他都把他的重心转移到了，北约是逐渐在转，美国是转的比较多了，他都转移到了印太。而且呢，就是台湾呢是他第一岛链非常关键的环节，所以说如今呢，他没有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也有可能是为接下来对这个头号敌人保留实力。所以说，一旦中共打台湾，美国啊，还有他的欧洲盟友、北约等等啊，他未必不会参战。所以说呢，中共这一点呢也要考量，因为现在呢，美国最要打击的就是中共。因为俄罗斯它再坏，它做坏事的能力它不如中共，因为中共它是对全世界全方位的在收买渗透，全方位各个层面的在就是瓦解世界现在的体系，而且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取代美国。虽然他表面上啊，他有时候在辩解，但是他在内部会议上，他也早就提出这样的目标了。所以说，中共啊，他现在是美国的头号敌人，他一旦入侵台湾，那台湾呢，我想呢，不会像乌克兰这样的。比较就是要完全的孤军，当然乌克兰也不是孤军奋战了，就说他会得到更多的支援啊，至少会得到更多支援。我想呢，也许甚至有可能是西方国家或者日本呢直接参战，这都是很有可能的。是哦，其实有人说这个华人勤奋聪明哦，很肯去做任何的事情哦。但如果说把它引导到好的部分，对世界就是产生正面的贡献。如果被中共政权所掌握，被逼迫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当然对全世界都是一个灾难哦。有人不管谈台湾是不是乌克兰，我觉得从乌克兰的战争这一次他们是受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一定是给全世界带来许多启示，包含这个讲了老半天，这个北约也因此更加团结，欧盟的部分也一样，而且重新让我们来界定全世界的分际、分界，国家之间的区分，好像慢慢变成只是对于所谓的更理想的自由民主跟这些威权独裁的体制的一个划分。其实乌克兰所受到的这些苦，必然都是台湾未来有机会受到的苦。现在帮助乌克兰，就是在帮助台湾，所以台湾理当比全世界更多的国家应该对乌克兰做更多的支持。为什么？当乌克兰如果可以光荣的打胜，那就代表台湾未来的稳定、安全的部分是会提升的，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必然的一些结果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很祝福乌克兰的人民能在这场战事里面，我觉得可以安然的，希望尽快的平复哦。当然，我们还是一样严厉的谴责这些所有全世界发动这些侵略的国家。那希望和平赶快到来。今天也谢谢大宇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很幸福哦，这些在我们的 YouTube 在很多线上的这些第一线的名嘴哦，他们在自己的视频里面其实都有非常好的、非常多的比我们更多的这些观众，但他们都很乐意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做一些分享。我想这也是我们自己标榜，希望成为台湾最专业的中国议题评论的一个节目里面，能有这些人的支持，才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串联，让大家对于中国议题的部分可以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所以再次谢谢大宇，我们也鼓励大家，如果有喜欢大宇的朋友，记得去订阅他的视频哦，拍案惊喜，然后让我们所有共同价值的这些节目，我们可以互相串联，我们也一起在帮乌克兰打这场民主的胜战。再次谢谢大宇。谢谢洪林啊，谢谢各位朋友，这是我的荣幸啊，来这个节目来跟洪林去交谈啊，谢谢。